们视频、分享视频以及视频关注进入到主播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各位老铁们、各位新朋友们、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聚焦国际热点，关注身边生活啊！大家好，这里是御林军6号军团直播间的现场，我是大家的军团长，也是主持人苏林啊。每天晚上5点半准时在直播间跟大家相见，开启轻松愉快的一晚，非常开心跟大家见面了。有人说标题呢，以后我们的直播间就会没有标题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天天来，好不好？那个咱开始讲新闻了，行不行？第一条叮当456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还是得从欧洲开始讲啊。普大帝现在下令了，要开始就正式要反攻了。然后呢，俄军现在啊就往整个的前线部队、前线地区啊又增派了2个旅的兵力。1天之内，乌军在俄罗斯兵力仅剩下5000人还不到。啊，现在已经打翻板了，包括今天有2个搞笑的事儿啊。俄罗斯那个无人机在库尔斯克那边啊，就是转悠就发现大批量的乌军，你知道干啥呢吗？拿手机打游戏呢，拿手机赌博呢，真事儿，没有 WiFi， 用的星链，用的那个卫星信号，在那打游戏。完了，还有一个乌克兰的无人侦察机到了那个库尔斯克那个地方啊，直接干进去了啊，别尔哥罗德干进去了。一进去就被俄罗斯给发现了，发现完之后，老铁们，你知道有多搞笑吗？啊，你知道多搞笑吗？俄罗斯那边，按道理来说，你发现给他黑了不就完事儿了吗？没有啊，这个正常无人机那个操作手看那个画面不是实时画面吗？叭一下让俄罗斯给切了，切成啥了呢？切成俄罗斯反恐电影了。哎呦，我这招老牛了，家人们，给我都坏了啊！然后这个说回来跑题了啊，所以说这次啊，家人们，说1天之内。现在乌军在俄罗斯说剩5000人还不到了，那么问题来了，这次俄罗斯能不能一鼓作气彻底把乌军给干出去？是不是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这个美国的参联会主席，给泽连斯基出了一个馊主意，说直接用脏弹，让乌克兰直接用脏弹把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核电站，包括扎波罗的核电站给干了。然后普大帝知道完了之后都疯了啊！紧急宣布说要扩建，要翻修俄罗斯的核战避难所。并且把8个战术核武器直接干到前线了，真的要把老毛子给逼疯了。这次，那你说现在俄罗斯怎么选择？要不要直接放手一搏？对吧？你们觉得要的给我扣波1，觉得不要给我扣波2啊？这是第2个事儿。第3个事儿，老铁们还是关于俄乌的，说俄罗斯有一个高加索港今天被干了，而且被干成功了，被偷袭了。有一个渡轮呐，老铁们就是直接说彻底被打爆了，说今天已经沉了。而且这边呢，俄方也调查发现说，这个渡轮被炸的时候，你知道谁在吗？家人们，谁出的手呢？说光靠乌克兰不可能啊！你们猜对了啊！你们猜对了。说谁给提供的信息，谁出手了？今天呢，美军的 RC-135侦察机当时就在附近。那么问题来了，这次啊，俄罗斯的渡轮被炸了。美国是主犯还是帮凶？还有另外一个事儿，老铁们啊，就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在招人，招什么人呢？说曾经开过 F-16的退役的士兵、飞行员啊，说要帮他们开飞机。那你说这玩意儿，那你开着飞机，你到底是退役的，你还是现役的？那谁能说清楚啊？对不对？所以这次 F-16参不参加这次的事儿啊，一会儿我们也探讨。另外，家人们，咱就得说中东了。啊，中东今天真的是有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我就说一个事儿，你们就明白了啊。五常撤侨是大事儿，熊猫撤侨那这个事儿就板上钉钉了。咱们家的外交某部门啊，紧急宣布，要求在黎巴嫩的同胞趁着商业航班还能飞，你们还能买着票，抓紧时间撒丫子回家啊。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而且老铁们啊，就有人说这是不是伊朗要动手了？我告诉你家人们，伊朗不可能现在动手，现在要接下来要接替哈马斯的就是黎巴嫩。有人说难道黎巴嫩要变成战场了吗？对的。那么如果动手的是以色列，那内塔尼亚胡为啥要在伊朗报复马上来的关键时刻动手呢？对不对？这都是大哥们设计好的，这玩意儿第2梯队那就得上，包括也门也得来把大的，不信你就看啊！所以今天这个消息确实有点太狠了。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伊朗下一步的动作，对不对？好奇的会不会继续往这个叙利亚或者是黎巴嫩增兵，然后呢对以色列继续打击。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啊，伊朗啥时候动手我不确定，但是伊朗现在他绝对已经有那种计划和打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家人们？因为俄乌这边的情况变化很大。
有2条消息，咱们先说第二个先说第二个，说这个变化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美国差点把握不住局势了，大到以色列已经没有时间再拖了。有人说苏怎么回事？昨天老铁们，俄罗斯本土有3个大桥被干了，知道吧？再加上莫斯科不被无人机给大规模袭击了吗？普大帝当时彻底怒了，忍不了了。昨天直接召开了个紧急会议嘛，然后会上呢，普大帝就讲话说，如今俄罗斯本土就这个情况，已经容不得我们慢慢再搞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的，兄弟们，听我命令，现在开始马上收网，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乌军彻底消灭在库尔斯克州。这边普大帝命令刚下达，家人们另外一边除了俄罗斯原本的14个旅的兵力之后格拉西莫夫转过头直接又安排2个旅干到前线去了回防去帮忙去了。那么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空天军还有这个导弹部队以及那支全套的朝鲜火炮还有导弹的神秘部队直接加入到了作战位置。干啥呢？普大帝的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之前打的不怎么地，一方面呢是想要彻底歼灭乌军的精锐布置的一个战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有示弱让美西方放松警惕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美国人在中东，包括和这个俄乌都是步步紧逼的。那普大帝这边说了，我摊牌我不装了，我直接火力全开，彻底给你歼灭就完事儿了。那你还真别说，就这么一整，家人们就这么一整，俄军的大反攻从昨天下午3点钟开始到晚上7点左右，除了干死了1700多个乌军之外，乌军还有4个团那是整建制的投降，4个团整建制投降。也就这么一整，家人们现在还在俄罗斯境内参与行动的乌军，包括北约的士兵，目前说大差不差的已经只剩下5000人都不到了本来我就寻思这个事儿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看来这个普大帝解决这些乌军也就这2天的事儿了。但是今天我一早上起来，我一看新闻，家人们，我的个天老爷，出大事儿了。俄军打到天黑之后，干死了1700多个乌军之后俄军士兵本来打算暂时休整一下，在第二天继续反攻，但老美他一看这情况，那脸上出的汗比豆都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乌克兰这边一旦顶不住了，那后果真不是老美能够承受得起的。一旦撑不住了，那不只是中东那边美军彻底被干下水，而且就连欧洲那也会对美国失去信心呢，对吧？同时失去霸权根基的2根柱子，美国的手给绑上了。你说美国这个时候怎么可能看着乌军这么快被俄军给干翻呢？而且兄弟们，你们别忘了，干到俄罗斯的乌军是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了。那么说到这儿，老铁就问了，说这次美国到底该怎么整到底该怎么整？是不是现在俄军大反攻开始了，又有朝鲜火箭炮，又有什么伊朗无人机助阵，再加上兵力优势，美国人你就想你再阻止你没办法要有这种想法，老铁们我只能说大家伙对美国的了解还不太够。就昨天下午，家人们，美国人一个招呼都没打，你知道干了个什么事儿吗？直接往乌克兰境内靠近苏梅州的地方，往乌克兰境内，苏梅州是离俄罗斯非常非常近的在这个北边跟俄罗斯接壤这个地方，苏梅州往这儿干了什么事儿呢？送过去了8枚脏弹，而且不是整个的囫囵个的，是至少8枚脏弹的制作材料。完事儿之后，美国的最高的美军将领参联会主席小布朗一个电话就给泽连斯基打过去了，说小泽你听好了这次呢就是你查查你看到没到货，我把所有的脏弹的零件包括原料我全给你送过去了，你现在你给我抓紧组装做好了随时准备使用。当时小泽一听这话就蒙圈了，小心脏扑通扑通跳就直接问那个参联会主席问布朗说，大哥你给我这么多这玩意儿我往哪扔你让我往俄罗斯本土扔脏弹呢一听这个问题，小布朗二话没说，直接甩过去一个作战计划，一张表啪就给小泽甩过去。小泽一看，好家伙了，美军那是已经策划好了，说用8枚脏弹，同时要干什么呢？要干扎波罗热核电站，要干库尔斯克核电站。而泽连斯基呢，他虽然感觉这个事儿有点冒冒失失的不稳当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呀。现在乌克兰已经不是乌克兰，小泽已经不是小泽了
你说让他跟岸田文雄一样吗？宣布自己辞职不干老大了吗？很明显不可能啊。所以说，即便是美国人给的计划是彻底炸掉库尔斯克核电站，包括扎波罗热核电站，小泽没办法，咬牙跺脚也得干。但是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家人们错了，不但没完，而且是精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由于美国人也不敢直接把测试好的这个脏弹发过去，就囫囵个发过去，他不敢。所以说乌克兰收到的是什么呢？一大堆零件嘛，就跟拼图似的啊。那就意味着什么呢？用脏弹袭击俄罗斯核电站这个计划，它不可能立马开始，对吧？但是现在俄军这个攻势实在是太凌厉了，就按这个节奏走，家人们啊，那真就是2-3天，在俄罗斯本土的乌军彻底要被干死了。到那个时候你什么脏弹买的弹什么弹的，你玩个毛线了，对吧？所以说再把脏弹原料包括配件送到苏梅州大后方的同时，美国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美国国防部的奥斯汀直接就联系他小弟了，联系搅屎棍的了联系英国了，说英的这么的，这次呢俄罗斯人呐弄死你不少人，知道吧？你那些雇佣兵还全让你弄死了，这个情况你不能算了，是不是？你是谁呀？你是搅屎棍的呀，那这他把你的人干了，你不搅搅屎吗？你这么的，你再给我派过去1个旅的兵力，我不需要你出什么重型的装甲，只要能打游击战的人就行了。英国人一听，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说大哥你这么玩我呢吗？这次入侵俄罗斯本土，波兰人去的最多没错啊，那波兰人跑的也快呀他没死多少人死的全是俺们英国这边人，俺们英国那边2个团的士兵就直接团灭了，报销了，你还让我派人你到那时候俄罗斯干我，我估计我比法国投降的都得快。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英国人一看乌克兰大势他现在已去了，知道吧？已经没有出兵帮他的心思了。但是你要问我说英国人到底去没去，我告诉你，英国人不但去了，而且昨天晚上那叫连夜狂奔，兄弟们，一口气干过去了多少人？你们知道不？这次又干过去多少人呢？干过去了1400多人。你要说那这咋回事很简单，一听英国人这发牢骚不想去大黑驴当时上劲儿了，说你给我听好了这次你不去也得去。美军101空降师已经派过去1100人了，并且这会儿都已经抵达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附近了。你不去行吗？你不去就一听这话，哎呦我的妈！当时英国人就兴奋了，心想说你美军的101空降师那是精锐都从罗马尼亚直接干过去了。这说明美国大哥对乌克兰期望挺高而且这不就是美军打算要下场的节奏吗？对吧？既然这样的，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肯定是要第一个跟着美国101空降师精锐，我嘎嘎一嘎子我冲锋，这样才我有汤喝有肉吃嘛。所以说英国这边上赶着直接连夜狂奔，1400个英国的大兵干过去了，干到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了。那么现在美英2000多名正规军，老铁们咱就说换个皮他也是，对不对？直接干到俄罗斯本土，你们觉得这次普大帝还能顺利把乌军给绞杀了吗？有没有这个实力了？很明显短时间内不可能，因为乌克兰办事他是没有胆子没有实力，但是美国跟英国士兵办事他有胆儿他有没有这个实力就看俄罗斯了就是怎么对俄罗斯伤害最大怎么就来。就像这次老铁们你看美国101空降师干了个什么事儿？率先就抵达到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境内到了之后，美军心想说了我们等等英国士兵咱一起干呗。但是老铁们现在这个情况就这么紧急，光等是不行的，那怎么整呢？肯定是抽空给俄罗斯添点砖加点瓦，是不是整点麻烦。于是老铁们在等待英国士兵到位的这段期间，他们干了个啥事儿呢？美军101空降师这帮精锐直接策划了一次对俄罗斯叫高加索港，有没有看这新闻呢？发起了一次突然袭击，都没有剧本。那结果我相信大家都看见了吧，对不对？俄罗斯那个渡轮直接被炸了，那大火呜呜冒黑烟咕咚咕咚的，那浓烟就跟个小火山似的，就这么一炸，老铁们已经把就是那个港口有一个渡轮彻底给干废了。那么说到这儿有老铁就要问了，说这个美军101空降师不是没带啥重型武器吗？怎么能这么顺利就把这个俄罗斯高加索港给炸了呢？渡
渡轮都给干沉了呢？其实非常简单，美军的101空降师策划这次袭击行动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地方离他们太远，知道吧？够不着。如果你用无人机，进攻效果太弱了啊，就算炸着了也是轻微一点损伤。但是如果用火箭弹包括导弹，那太直接了，是不是啊？但是直接挺好的，射程不够。但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时刻，美军101空降师这个师长一个电话就给干到前线去了，说不用担心，这次谁来了呢？说咱们有帮手啊，美军的 RC-135侦察机会在黑海给你们提供信号支持。至于导弹射程不够，太好办了。现在乌克兰不是有2架 F-16战斗机吗？你们拿着直接用就完事儿了。这话一说，兄弟们就这么一说这话，那美军101空降师这帮小队当时茅塞顿开呀。在和乌军联系完之后啊，由美军101空降师飞行员直接驾驶 F-16，然后美军在罗马尼亚的空军基地直接出动一架 RC-135侦察机，直接干到了黑海，提供信号支持。最后双方合力之下，俄罗斯这边几乎全都是懵的状态，啊，直接干懵了。他们压根没准备，因为这玩意儿没剧本，懂吗？是临时起意的。然后高加索港口的渡轮被4发导弹，兄弟们直接命中了，而且这个美军打的相当之准，把节目效果给干满了啊！什么意思呢？刚开始这艘被击中的这个游轮被击中的时候啊，好多人都在说火灭了修还能用，结果今天早上我一看新闻，好家伙了，这船底下都露俩大窟窿了。现在这个游轮啊，这渡轮呐，已经是马上要完全沉海了。所以这次美军101空降师突然行动，那称得上是大获全胜了啊！说到这儿呢，有老铁是不是就以为我说完了，对不对？那没有呢。还有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呢啊！不过这个什么事儿呢？说由于这次英国人太认真了，所以说虽然晚到了一会儿，但是啊，还是在昨天晚上就脚打后脑勺赶上了啊，抵达到了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边境，与美军101空降师完成会合了。然后这俩人一会合，我的个妈，那坏点呢，阴损狡诈坏，全世界就看他俩了。那坏点呢，就跟喷泉似的，苦往外喷，都冒不完。原计划是什么呢？他俩的原计划是等乌军组装完脏弹，然后美军呢还有英国的叫联军啊，叫协助乌克兰投放脏弹，炸了俄罗斯2个核电站啊，俄罗斯控制区的2个核电站。但是这个来的人呐，凑一起之后，英国人就说我人还没到呢，你就把俄罗斯那个高加索港口那个渡轮给炸了，那显得我多废物啊！不行啊，我这边得整点事儿的。于是乎英国人当时就提议要干啥呢？要趁着俄罗斯混乱的时候，对库尔斯克核电站发起袭击，不管能不能彻底炸烂，只要能把俄罗斯这个核电站给逼停机了，那就算本事，那就算赢了啊！于是乎昨天晚上美英联军直接开始了偷袭计划，你们没听错。而这次由于偷袭的是核电站，兄弟们，所以为了确保安全，英国士兵二话没说，直接一顿干过去了18架自杀式无人机，打算在无人机偷袭的同一时间，趁乱对俄军也发起偷袭。说实话，这个想法挺好的啊，挺损的。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英国人这个说法啊，他整不好都不只是要破坏俄罗斯那个核电站，他甚至是直接想占领这个地方啊。而一旦库尔斯克核电站真被乌克兰，包括美国，包括英国这几个人给占了，那你们就看吧，乌克兰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大基地，在这个大基地里面，那俄军就胆儿再肥，他也不敢出手，你们信不信？但是还是句老话，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变化赶不上电话快，对吧？你 F-16突然袭击，你把高加索港口渡轮都给炸了，那是太突然了。但是你说你卡棱的，你用个18个无人机偷袭，你这不往枪口上撞的吗？咋回事呢？前天莫斯科市区兄弟们刚被干，你就隔一天，俄罗斯这边直接收着了8套反无人机系统，有啥型号不知道，但是确实老牛了。到什么程度呢？这次英国预计至少得有5架无人机突破了这个防御，那就算突破不了啊，家人们也能浪费一下俄军手里面的防空导弹，对不对？但
但是英国人我刚才不说了吗？释放了18架无人机，直接全部被击落，没有一架突破防空，甚至有一些还是完整被击落的。就这一下直接把英国人给干破防了，干傻了，干蒙圈了。心说你俄军这反无人机的实力咋这么强呢？是要把英国人给吓尿裤子吗？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家人们，老美一看他也明白了，说这次已经不能再这么搞了，无人机不好使了，你再整的话俄军进一步得提高警惕了。那怎么整呢？美国人直接就让英国人放弃这个任务了，放弃计划了，然后把希望呢寄托在准备用脏弹的乌克兰身上。而反过来我们再看俄罗斯这边啊，普大帝他啥人呢？对不对？人家是老炮啊。你说这次美军161空降师包括英国的干过来多少人？1400来个人直接干过来了，他能不知道吗？不可能的。但是咱该说不说啊，这次美军161空降师干过去之后确实挺牛的。普大帝看不起乌克兰，他不能看不起美军，对不对？那也正是因为美英这次逼得太紧了，普大帝也是其实被迫了全力以赴。干啥呢？昨天晚上普大帝接连下了2个命令，啊！咱先看第2条啊。第2条说，由于敌人企图偷袭核电站，所以说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俄罗斯政府将要在库尔斯克州等地开始建造核战避难所，并且直接所有的避难所全部启用。直接有老铁一听可能就要讲话了吧，说这个普大帝现在不是应该进攻吗？要是美军跟英国士兵都已经到你俄罗斯本土了，你还光防守，那不彻底完蛋了吗？对吧？大家别急啊，接下来就要讲第1条重磅消息了。什么消息呢？普大帝说完要扩建这个核战避难所，刚说完一转头直接就往库尔斯克送过去了8枚战术核武器。你们没听错，就是这么直接，就是这么哇塞，就是这么给力。8枚战术核武器直接干到库尔斯克州。你美军，你英国士兵，你不来搞事儿吗？你不还得用脏弹干我家的核电站吗？ OK 了，你给我等着，等我把民众全都整到避难所来，我必须给你上一课，我必须让你乌克兰、你英国还有你美国，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战术核武器的威力。所以这事怎么说呢，家人们啊？看起来这次美国、英国进到俄罗斯本土，普大帝好像挺被动的，但实际上普大帝直接就必须得用行动告诉全世界，什么才叫做社会上真正的狠人，对不对？扩建核战避难所不是为了认怂啊，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家的人，这样才能放心大胆使用战术核武器。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节奏，然后美英也不打算认怂的话，我跟你说兄弟们，整不好啊，普大帝准备的这8枚战术核武器真有可能直接发射。总之咱就等消息。说完这个咱说谁？说中东啊。今天中东的消息比俄乌可大多了，对不对？为啥我会说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我们昨天就说了，在中东他们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不对？今天兄弟们有一个消息非常让人震惊，我相信你们都看见这个消息了，有看见的给我打个看到了，好不好？什么事儿？熊猫这边正式的宣布，让所有在黎巴嫩的同胞紧急撤离。这个原话怎么说的啊？我给你调出来，家人们，我给你们念一念原话咋说的。说了，东方大国驻叙利亚大使馆22号提醒，在离东方大国公民利用商业航班仍然在运营的时机，赶紧回来，赶紧离境啊！就是以避免风险，确保安全。如果你非得留那儿，你必须得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马上报警，并且与东方大国驻当地大使馆取得联系。家人们，这个信息意味着啥？用我说吗？是不是不用我说？含金量有多猛，你们都知道了吧？对吧？说白了，家人们，这是什么节奏啊？全面准备的节奏了，对吧？是不是这个事儿？那说到这儿，老铁就问了，说到底怎么整啊？这美国不是还在继续拖延那个巴以和谈那个结果，咋突然干起来的？妈，啥事儿啊这是啊？其实我还是昨天跟你们说的一样，伊朗虽然是由于伊拉克包括约旦这两墙头草它有点坑爹，导致伊朗这边迟迟没动手的机会，但是这是问题吗？不是问题，老铁们，人伊朗早就已经给出答案了。
40万大军不好送过去，我小批量我能不能送过去？是能的呀，对不对？小批量几千人送过去就已经让你以色列吃不消了，我这是给你整个开胃菜。所以说伊朗现在这个计划就是这样的，我一回送过去1000多个人，然后武器装备我分开送，这样一来不但弥补了反美武装指挥官稀缺的问题，而且人少了，伊朗这边后勤压力是完全没有的。你们可别觉得说苏啊你是不是开玩笑呢？我一点没开玩笑。就像这次啊，家人们，美军101空降师前脚不是炸了俄罗斯高加索港的渡轮吗？后脚伊朗这边连续第3天开始行动，伊朗这边居然一口气打算一口气往黎巴嫩那边送2万个民兵。你们没听错，就是2万个。那你们以为这是最狠的吗？不是，这次伊朗居然还打算给黎巴嫩真主党出售一批大坦克的。好家伙了，这演都不演了，又是送兵又是卖坦克啊！而且这还是明面上的呢。家人们，根据以色列情报局的最新消息啊，就这段时间，伊朗直接下血本，在黎巴嫩的某个大山里面搞了3条无人机的生产线，8条火箭炮弹的生产线。干啥呢？说白了，就是伊朗已经发现，在伊拉克和约旦不好合作，是不是？那就不合作了，直接派小批部队直接干到黎巴嫩。再把武器弹药生产线就给你送过去，你这么一来，没有后勤补给的封锁，也没有后勤补给的压力，而黎巴嫩也有打持久战的资本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家们，有人说为什么是黎巴嫩？因为黎巴嫩就是大哥们计划表上接替哈马斯第2个消耗以色列的梯队，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也是啊。有人说伊朗会不会直接下场？到现在为止，我告诉你是不会的啊，目前是不会的。什么时候下场？等着美国大选，你们可以去看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虽然说伊拉克政府是有点拉了啊，开始说美军还不着急撤出去了，反正这个，但是反正就因为他这么做吧，我的个妈！那伊拉克反美武装就跟吃了怒气丸似的，直接就狂怒爆炸了啊！而愤怒之后啊，要发泄的话，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干美军。也就因为这件事儿，昨天伊拉克的反美武装老铁们再次开启了一个对伊拉克美军基地大规模袭击的行动，而且这次还有更狠的消息呢。这次不只是跟黎巴嫩真主党这个配合对以色列进行轰炸了，而什么呢？伊朗这次直接往也门也送过去了人，送了多少人呢？往黎巴嫩送2万，往也门送了1800名伊朗的民兵。虽然不如往黎巴嫩送那2万人厉害，但是伊朗这次家人们往也门送民兵，我跟你们说，中间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这次伊朗他没直接走海路，通过波斯湾，然后到阿拉伯海，最后在红海进入到也门，而是什么呢？这次伊朗居然租了一个俄罗斯的船，兄弟们，然后直接横跨波斯湾，把船干到沙特了就这一下，美国人当时也彻底懵了，想说这啥情况啊？你沙特跟伊朗和解这个劲儿这么大吗？1800个武装士兵你沙特你就敢接？但是美军再震惊没有用，这1800个人到了沙特之后，那是直接分散成好几股小部队，马不停蹄直接干到了也门，就往也门赶路，就这么一下直接就给美军给看傻眼了。然后当时家人们，美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一生气，直接就打算派着这个舰载机给也门叮当456来那么一下子，结果他这边刚有这个想法，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时都懵了，说你可别去你刚到中东兄弟你还不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有多呢，这帮人是真有实力，这干啥呢？这帮人说是真有实力打爆 F-35就这么一下林肯号直接熄火了，不去了。但是你让美军眼睁睁看着伊朗这么布局，那也是不太可能的事儿，对不对？有人会好奇说，美军会选择怎么干呢？很简单美军一看伊朗疯狂布局，他还阻止不了之后，然后俄乌这边也因为普大帝直接掏出来了8枚战术核武器，直接陷入到僵局。所以说美军中央司令直接下了一个最新的命令，什么事儿？打算跟以色列搞配合，先下手为强，赶在伊朗没有完全帮助黎巴嫩建立起那个什么导弹工厂军工厂之前，把黎巴嫩一波给干废了。
为什么呢？以色列一直都擅长短战，不擅长打消耗战，懂吗？要打速战速决，因为以色列从来没有打过超过2个星期的仗，所以说这次他还想用他胜利的方法，知道吧？我就是短线，我叭叭叭我就干完之后就歇菜啊。说白什么意思呢？这一招玩的是短线，而且有一招叫杀鸡儆猴啊。那你说都这情况了，咱能不撤吗？对吧？咱能不撤销吗？这次美军一旦和以色列一起动手，那轰炸规模绝对是前所未有的，要不然没有杀鸡儆猴的效果了啊。至于有老铁好奇说黎巴嫩真主党能不能挺得住，我觉得挺住肯定是没啥问题的，但是挺住之后的反击还能不能对以色列造成伤害，那就不好说了。除非从一开始啊，真主党就直接搞换家战术，全都冲到以色列境内，那个地下不有通道吗？对吧？然后打消耗战，你这么一来，美国他再想杀鸡儆猴也彻底白费，你们说是不是？总之现在战场啊，老铁们已经选好了，就是黎巴嫩。咱现在就看美军展示实力究竟到什么程度。另外兄弟们，我告诉你一个实话，就这边真主党对以色列啊，家人们现在什么概念？所有的部队，就是黎巴嫩南部所有的部队近期已经进行了就是各种模拟演习，包括紧急情况下怎么拉警报，怎么撤离基地，真主党全都准备好了，人说了全面准备好。而且以色列这边对黎巴嫩的地面入侵，人家也已经做好准备了，双方现在就是什么大战一触即发。而且在过去的24个小时，兄弟们，真主党对以色列已经发起了13轮的打击，向以色列北边包括戈兰高地啊干了200多枚的导弹，包括火箭弹啊。以军这边呢也没停啊，在加沙这边啊继续他们的暴行，反正现在越打越乱逃的。另外还有什么事呢，家人们啊？现在整个的就是这个叫啥来着？那个伊朗把上北下南左西边这个领空啊，家人们全都禁了。西边发布了航行警告，要求避开伊朗西部领空。昨天清空了东边领空，你们记不记得？清空东边领空是为了发卫星，那么清空西边领空，可想而知，那把导弹肯定是要瞄准以色列的呀，对不对，家人们？所以说现在气氛非常之紧张，也得干了，再不干黎巴嫩的这些高层那都得被暗杀了啊。然后咱接着说啊，很多人就问，现在咱们说亚太这边啊，说美国现在在亚太这边是啥军舰都没有，能不能趁着这个节骨眼咱搞点事儿啊？且不说是全面的收复，最起码把飞猴子给蹬出去啊，是不是这问题给解决了呀？怎么说呢？先说飞猴子这边啊，很多人一说南海这个事儿老生气了，对不对？说这个仁爱礁这个破船啊，都已经够恶心人的了，现在咋回事？先民礁又来了个破船呢啊！到了今天，老铁们更离谱了，你知道啥事儿吗？菲律宾又开他那个破船往铁线礁又干过去了，妈，这一天天的就真的上蹿下跳，就跟那个窜天猴似的。那哪怕菲律宾没做出啥举动，也跟个蚊子似的呀，不咬人膈人呐，对不对？怎么说呢？其实菲律宾这边家人们，各位一点都不用担心，咱家的实力那对菲律宾来说那就是个碾压，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什么啊，有个什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那咋咋呼呼的，实际上狗屁都不是啊。且不说美国在中东还有俄乌这边分身乏术啊，咱就说美军现在你敢赌上一切你来蓝海跟我们五五旋旋一下子吗？再者说了，很多人不是一听什么先宾礁那个菲律宾那个破船心烦吗？有个好消息我跟你们说一说啊，昨天上午的时候，家人们，一艘大型拖船已经到菲律宾这艘破船2公里的地方就位了，咱家的一个大型的叫救字号啊，救什么5611忘记了那个型号啊，到了。现在菲律宾这边都蒙圈了，为什么呢？咱家派过去这个拖船啊，之前拖过最重的一个货轮是6万吨级别的，就菲律宾滞留在先宾礁那个破船是他们的最大最好最先进的海警船了，才4000吨，真的真出手，老铁们，2公里的距离，再加上这个拖船的能力，就跟提了小鸡儿似的，一下给你甩出去了，对吧？而且我估计马上要动手了，要不然何必去到菲律宾这个海警船2公里的地方就位呢？对不对？再
者说，你们想想，今天飞猴子为啥突然间派船要突袭那个铁线礁？说白了，不就担心自己的破船被拖走，赶紧去那个地方挑衅吗？对吧？转移注意力吗？只不过菲律宾现在啊，他的实力就摆那儿呢，家人们，真的摆那儿呢。美军帮不了他也是真的，所以基本上他是用啥招数都不好使了。有人说那弯弯这边呢？啊，青蛙这边呢？那就更不用说了，老铁们，这不仅仅是弯弯本身的问题，知道吧？而是我们怎么把老美这个势力给彻底逐出亚太的问题，是吧？如果我们对这个弯弯这个回归，不是站在东方大国和美国博弈的角度去考虑，不是站在整个东亚地缘政治的格局去考虑，那就是不对的。而且老铁们，我们不仅仅是站在这个亚太地区啊，我们要站在全世界更高的世界地缘政治这整盘棋去考虑。我们要只是考虑到团圆，那这是啥事早就办成了。但是这样搞的话，最终老铁们，团圆的结果会和所有人的预期大相径庭。因为如果你只是把弯弯给拿回来啊，团圆了，没有把美国佬整个势力就给逐出亚太，那么弯弯后面还有别的弯弯，对不对？还有南海，还有小本的，美国依然可以跟个耗子似的不咬人膈应人。那非常明显，这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我们更重要的什么呢？我们要的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周围环境，亚太环境。我们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地方，而不是一片焦土。假使说被逼无奈必须成为焦土，那也一定得彻底把美国佬给整稀碎，彻底把他赶出亚太为前提，我们才能说就是牺牲点，是不是啊？就是焦土就焦土吧，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干的事儿，对吧？否则自己人互相伤害，让外人看笑话，然后还达不成自己最终这个战略目标，那不是太蠢了吗？这事儿咱如果真这么盲目去干了，那就不会有今天美国佬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我们了，是吧？所以大家知道啊，弯弯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东方大国和美国的问题，是东方大国和美国在这整场世纪博弈里面的一个点，它是红线，但不是全部。最终谁胜谁负啊，也不是说这一个点就能决定的。那么到这儿大家明白为啥我会说弯弯回来的时间节点，家人们啊，也是就是在提速，本质上就是要告诉大家，东方大国和美国摊牌这个时间也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看最近呢最近有几个什么呢？有几个重点的新闻。首先是什么？非常震撼啊！南海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这个地方要起飞了，是不是啊？要起飞了。然后这个南海这块有个地方叫啥呢？家人们啊，往南看有个海南岛。海南岛最近一段时间，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建自贸港，这个大家都知道吧？预计从明年开始，海南将要作为一个自贸区。说自贸区，大家可能说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回事。我简单举个例子啊，老铁们，如果这个改动生效了，那海南就是内侧版的，懂我意思吗？内侧版的那边啊，咱们拿着身份证进出，然后呢，在海南买东西是各种免税的。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呢？如果内地的货它比较多，怎么办呢？老铁们，你就要反向增税，基本上就是试验一个新的模式。这个试验模式，新的模式针对谁的？家人们，是量身定制的。这么说你们明白不？明白这次海南这个改动有多么猛烈了吧？这个布局都开始已经运作了，那你说离我们期待的还远吗？对吗？那么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新闻，家人们也是相当之狠的，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前两天跟你们讲的啊，金砖这个事儿，金砖国家组织推出这个支付系统，到底有多牛？它怎么改变世界金融的布局，改变世界货币的布局？一会儿我跟你们聊，而且中东还有事儿。